隋总你好，大哥你好，欢迎来到湘西。谢谢。看我视频有多久了？都2年了。2年了，看到本人自从你感觉建那个河边那个，就开始一直关注，到你老家建房，一直关注到现在，是吧？看到视频我都想要飞了，感觉这想过的是神仙的日子，是吧？是你们都过的神仙的日子啊！我们在城市生活的车贷房贷把我们差点逼疯了，是吧？在城里面肯定生活条件更好，但是呢，那边可能生活压力更大。好大。但是农村里面呢，可能条件就差一些，但是环境也比较好。不错，这个环境你认为怎么样？我想填下来。我觉得还是不错吧？你觉得？40万，还有网友们、粉丝们给点意见。40万左右的价格，大家觉得贵不贵啊？40万能不能传下来？这套房，风景环境都是1楼的。对，那我们就找个时间和房东谈一下看。OK， 好，行，再看看啊。好 ，OK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带广东的一个姓陈的大哥来看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。现在我们已经进入这栋房子的院子了。之前啊是带了杭州的一个大哥来看的，但是呢，当天我们谈的时候啊，这户主人家这栋房子还没决定转让，现在呢还是有点模糊不清哦。他又想转让，又想自己留下来，在这边做一个农家乐，想法挺多的。今天呢，大哥好像是没有在家，但是他的老母亲在家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究竟怎么样。应该差不多时隔了大半年左右吧，再次来到这边，感觉啊变化不大。整个院子呢，占地面积将近有1300个平方左右，旁边呢都是他们家的菜地。整个这个院坝呢有300-400个平方，大哥他们呢是自己开车过来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，这边呢是留了一处厢房，这边呢是加建了一间，也是砖结构的房屋。整个这栋房子呢有4个房间，一个客厅，加上2个厢房，背后呢还有单独的卫生间，还有厨房，很宽的房子呢，基本上是可以拎包入住。而且这栋房子的门前啊是有一座真的石头山，这是自然形成的一个石头山，以前他们家建房子的时候啊就保留了下来。看这边还有一株自然生长的应该是栾木，其实修剪的造型还挺不错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家的整个院子的一些视野吧。过来呢是他们家的鱼池，在那边呢做了一些小台子，上面呢种了一些花花草草。这边呢还有棵樟树，这是桂花树，准备在那边呢搭建一个凉亭。来看一下门前的视野，特别的开阔，底下呢就是清水江，整个清水江呢流入了幽水河，最后流入了洞庭湖。可以看到整个江里面蜿蜒曲折，里面水是碧绿的，环境是格外好。这边的海拔将近有600多左右，距离镇上呢有3公里，距离城里面有15公里左右。整个小院啊给人的感觉特别的舒服。这处鱼池呢可能长时间没有放水，里面的水呢是发绿了。实际上在山里面啊不用担心水的，你看这个山泉水呢是每天这样子流着，用个盆子这样子接，水质呢是非常好的。那个就是你的就是搞那个葱啊，葱哦，这个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棵比较值钱的树种，金蛋子，上面已经结了很多果子，大概在秋天的时候啊，这个果子会变成红颜色，挺好看的。当然这个果子是不能吃的，是作为美观吧。房东呢在这边还养了一些野生的蜜蜂，这是蜂箱。这里呢还有一棵杨梅树，
在底下呢是他们家的菜地，大概整个菜地面积呢将近有1亩5左右吧，还是挺宽的。独门独院的房子，地理环境特别的好。这栋房子呢，几乎是被大山给包围着，看就形似一个手掌一样的，整栋房子呢就建在手掌心里面。这边距离邻居啊，将近有400-500米左右，都是没有人家的，独门独院进来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走进这栋房子去看一下。这栋房子建了将近有差不多16-17年左右，房子的进深呢将近有6米，纯实木结构的房子。我们这边房子啊都有个门槛，还挺高吧？对，这个地面呢都贴了瓷砖，感觉挺干净的。但是我们踩过来，会不会弄脏别人的？先从这边来看，这是一个卧室，卧室里面呢也是贴了地板砖，还做了衣柜，上面呢也是做了吊顶。这个房间呢也差不多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房间里面呢基本上是相同的一个设计，做了墙壁柜，上面做了吊顶，还有床，地面呢也是贴了砖。房子的背后呢，就是他们家的厨房了。这墙上啊，有很多照片，都是一家人的合影。看这边的灶房呢是很宽的，整个这后面呢，少说都有100来个平方左右。这边呢是他们家的一个猪圈，我们就不进去看了，也有旱厕在这里面。里面将近都有40-50个平方左右。这边整个一间呢，上面是用台梁把它架起来了，所以整个房间呢是看不到立柱，很宽。这边有一个农村的灶台，烧的是柴火灶，打理的是干干净净。这边呢有些锅碗瓢盆啊、油盐酱醋之类的。这里呢还有一处小偏房，现在他的母亲呢是住在这边的。我们就不进去看了。再过来呢，是他们家的一个，应该是养鸡养鸭的地方吧？养鹅，对。这边还有那个村里面应该是统一给他们修建的一个浴室，在这边。这块地还挺宽，平时养鸡、养鸭、养鹅都在这边，全部用围栏给围起来。再过去呢，就是一片竹林了。其实这栋房子的水资源是特别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背后呢也是有水源的，这管子呢现在是留在这边，房子呢是背靠着大山，实际上面朝着呢应该是大河的方向，根本上不用担心这边有泥石流发生的现象。所以说这栋房子整体的结构我觉得很不错。这边呢应该是以前他们家养羊的地方，现在呢估计不养了，所以就保持这个样子。底下的竹林呢都是苦竹，一大片都是的。其实从这边走出去也可以到院坝的。整个院子呢有一座大门，进来之后啊，全部都是他们家的院坝和菜地了。看这边养的蜜蜂啊，全部都在蜂箱门口的位置。大家不用担心啊，这些蜜蜂它是不会蛰人的，只要不碰到它就没事了。每年像这样的蜂箱啊，大概会有10多斤蜜。这处天然的石头山，我觉得给整个小院点缀的很不错。大家好，网友们大家好。大哥
跑了多少公里跑了1100公里， ？1100公里，自己开车，对广东来的，开车挺远的，不容易。这套房子怎么样？感觉？这套房子真的像神仙过的日子，如果这么团下来，这套房子非常不错。好好谈一下看。我就是石头的粉丝，关注他几年了，看他的了，房子，他的视频都非常之好。谢我很谢。欣赏尤其是他这样的河边的房子，还有老家的房子啊，建设的非常之美丽。等我们家房子搞好的时候，过来住一段时间。一定，好，什欢迎你么时。候能搞好？大概反正这个年底吧，没问题了。我周围看看，可以，能不能开农家乐啊？肯定可以开啊。本来他们家就想在这边开一个农家乐的，所以这栋房子他一直都没有决定要把它卖不卖啊，所以他又想卖又想租，就这样子。这栋房子啊，目前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就像刚才我和大哥说的，实际上主人家他一直是有点模糊不清。之前呢，我也带过好几个大哥来过这边看房子，并且呢，我们是面谈了一个价格，但是呢，他一直没有放口下来，准备卖掉。那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边，但是很可惜啊，房东大哥呢是没有在家。实际上，如果是买断的话，估计他还是有点觉得太可惜了吧。但是如果在这边租的话，完全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朋友们，我就想问你们，像这样的一个环境，这样的一栋房子，拎包入住，让你来这边住个几年，在这边过农村的生活，你会习惯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。我是石头，那这期的视频呢，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现在天还没怎么亮，今天我们是起得比较早啊，要打分离土了，所以天没亮我们就从家里面过来了。现在是上午的5点多钟。这边家里面的水依然非常的浑浊，今天要把这边的分离土全部打好。这是昨天装好的模板，并且全部都已经加固了。希望今天不要开太阳，也不要下雨，阴天是最好的。昨天下午啊，又下了一场雨，所以模板之上全部都湿透了。我们待会儿呢，就要从这边转运沙子和水泥过来，在这边搅拌。首先要把这个平台的线脚板给打出来。今天我们又是增加了几个师傅啊，要不然我们6、7个人，估计是很难打得完，全部都是体力活。那我马上要给师傅们煮早餐了，待会儿呢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分离土的一个过程。早上啊，山里面空气非常的好，鸟语发香，时不时的听见鸟叫声，还有远处邻居家养的狗，还有养的鸡，鸡犬同鸣。没地筋，啊，两地，啊，好点地，没地，抽检不了。
早上啊，我们随便吃点面条。今天看起来天气还不错。师傅们一个个满头大汗，今天天气还比较好，没开太阳，也没下雨。总共我们是买了3车到4车的沙子，还有7到8吨的水泥。整个这边的混凝土啊，将近有3到40方左右。今天是9个师傅，加我一起是10个人，要准备把这里的混凝土啊全部打完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农村里面建房子，每到打混凝土的时候，天没亮都开始要做工了，一整天的时间都是这样子忙碌的，人是特别的累，是一个体力活，而且师傅和师傅之间啊要相互配合，要不然做起事来啊真的是费力了，但是事情又不做好。刚刚吃过早饭，我在那边呢要继续切菜煮中饭，所以师傅他们在这边做工。这边我们是打了12到13公分厚的混凝土，1车沙子，1包水泥。我们用的料还是比较重的，这样子呢，硬度要更好，更结实。现在的水泥啊也涨价了，去年我们家建房子的时候啊，水泥的价格便宜很多。材料呢都是从这边转运过来的，一车一车这样子去转运，所以5、6个人是做不好的。而且打混凝土呢要统一1天全部打好，并不能说今天先把这一块打好了，明天再来打，这个样子呢凝固了之后啊，它就不会变成一个整体，到时它的受力啊就不好了。这边才打了一点点，估计啊今天会打到下午1、2点钟才能够打完。其实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啊，我们整个厢房这块位置是很好的，更靠近江边，而且风景是更美的。这一车沙子啊，将近有300多斤、400斤左右呢。其实大家看一下镜头前方的这些地梁啊，看起来是没有多宽，实际上所要用到的混凝土是非常多的，因为深度达到了30多公分。我们尽可能的把地梁做大一些，这样子呢它会更牢固一些。而且这边的地梁啊，我们事先打好了一个垫层基础。这边的沙子呢，有细沙，还有中沙，相当于一些裸石子一样的掺杂在里面。从这边转运过来，将近有20来米左右。
今天早早的呢，我们又拉了一台这个斗车过来，2辆斗车，这样子要更快一些。我觉得在农村里面人都很淳朴的。之前有很多朋友担心到农村来租一套房子养老，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担心本地人会去为难。实际上大家可能想的太多了。像我们改造这栋房子啊，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没有人和我们说什么，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背后的这块地呢是邻居家的，我们所有的材料都是从这边转运，而且一些瓦片啊石子啊我们都是摆放在邻居家的地里面。邻居什么也没说，他就说你们把事情做好就行了，反正暂时你们用着就行了，别超出他们家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了。确实啊，农村里面人都挺好说话的，大家并不用担心过多吧。像我们去年在河边改造那栋房子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放在邻居家的院子，然后呢再转运过去。虽然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不方便，但是呢对于建房子其实农村人都挺理解的，就像我们家建房子一样的，附近的邻居啊还有老乡们都来帮忙。这人与人之间呢相互的体谅就挺好了。昨天啊，我看到一个新闻，都说可能再过10年左右，那到大城市里面生活的人回到农村养老的会越来越多。确实也是如此啊，每天我收到的私信啊都回不过来，要房子的人实在太多了。大家都想着回到农村来装修一套房子，过上安安静静的生活，自己种点菜，养点鸡，种点稻谷，每天吃着自己种的无公害的蔬菜，这样子安心的多了。今天的话题是有点说的多了，我们还是来看师傅他们做工吧。确实啊，挺不容易。看这一车就是好几百斤，全部都是靠着体力这样子去推过来的。还好昨天我们把这条路呢先给修好了，不耽误今天的时间。好了朋友们，那我现在呢也要去忙我的事情了，师傅他们继续在这边做工，等这边的分离图打好了之后啊，我再整体给大家拍一个视频，让大家看看打出来的效果究竟如何。那这期呢就暂时这样子了吧，我们下次视频再见，拜拜。今天啊，山里面终于下雨了。最近一段时间的气温是真的挺高的，好久也没给大家更新家里面的视频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回到家里面来看一下现在整个房子究竟怎么样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最近一段时间都挺忙的，一直忙着在河边改造一栋老房子。那家里这边呢，现在一个师傅都没有了，地板漆还有墙面漆全部都已经做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这场雨啊，是昨天晚上开始下的，整整一晚，现在还没停，都已经是早上的8点多钟了。有20多天没下雨了，所以最近的气温也是特别高，37、8度，接近40度左右的高温。这边的玉米啊，也快可以收割了。再过10天左右吧，应该差不多了。这边的稻田里面，稻谷都已经抽穗了。看来啊，今年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。这场雨是及时雨，
下得非常好，要不然稻田里面的水啊都干了。现在我们是站在凉亭里面，这处凉亭建好了之后，木匠师傅就回家了。我把之前买的一口柴火灶搬到这边来了。整整下了1个晚上的雨，这边呢还没有被雨水淋湿，还是可以的。这里铺的是树木地板，因为没有装螺丝钉，所以呢它的接头位置是有点发生变化的。后期呢我们要重新给它处理一下，装上螺丝。之前我们是直接铺在这个粪泥土上面。这个茅草棚给人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，尤其啊村里面很多人路过都问我，到哪里去买这些稻草来盖房子啊？我说网上挺多的，他们走近一看，原来这不是稻草，是一个仿稻草的材料。最近一段时间啊，这边是都没有人做工了，木匠师傅呢都回家了，油漆师傅呢跟着我们去河边改造房子了。所以呢现在就是刷好了油漆之后，让它放在这里，过一段时间，等这个油漆味散了之后，我们要打扫卫生，然后呢开始买一些家具过来，就可以入住了。这边的塞壁啊，打磨之后上了油漆，还是挺亮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选择的呢也是本色的油漆，也就是清漆，它保留了木头的颜色。大家可以近距离来看一下，高光的有的是哑光的，我们买的是高光，所以呢刷在上面它是油亮的，而且颜色呢我觉得是很好看的。在大门口呢，我们是用一大块的木头作为一个像台阶一样的垫起来，走在上面呢更方便一些。大门是没有上锁，推开就可以进去了。给人的感觉怎么样呢，朋友们？整个2楼呢，我们全部都是装上了木地板，这样子更实用一些。像我们这边建房子啊，整个堂屋是留中空的，上面呢是直接看到顶。但是我们这栋房子呢，堂屋的2楼我们都是铺上了木地板，所以2楼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客厅。这边就是1楼的木地板，全部都是春木，颜色呢还是很好看的。这边也都是这样子的，看整个墙面啊，刷上了油漆之后，感觉还是亮了许多。这个塞壁啊，我们打的是木条子，这样子格子来做的现在玻璃还没有装啊，现在是主要让这些油漆散一点气味。实际上我走在里面都闻不到什么油漆味了。最近一段时间啊，实在太热了，这些木头啊还是有一点点退了，意思呢也就是出现了一些缝隙。你看这个位置啊，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缝隙。当然这是一扇门啊，但是门和门之间呢，这个缝隙之前是没有这么大的，现在已经退了这么多了。木房子啊，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了。这是全实木的房子，我们是从城里面买的主体，总共是花了75800，整个木架子，然后呢做了地基，盖了瓦，差不多花了13万多。
等了1年多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装修房子。装修房子的费用呢，木板差不多用了7万到8万左右，工钱呢也是6、7万。那算起来，这栋房子呢，差不多就用了25、6万，接近27、8万左右的一个价格。这边的木板退的也比较多啊，这个真的很难去处理这个问题。其实像农村这样子建房子啊，很多人呢喜欢在房间里面再包裹一层那个桑拿板，这样子呢就看不到这些缝隙了。但是我觉得毕竟是人工做的吧，都是难免会有这样的现象。哇，这个缝隙也挺大的。这是热胀冷缩的一个原理啊。1楼呢，我们是有3个房间，加上一个公用的卫生间，这是背后的一个小房间。我就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吧。这是一个公用的卫生间。这背后呢也有一个房间。现在这里面的灯啊是全部关了，因为房子没人在家嘛，都没有通电。这个房间是很暗的，因为只有这背后的一扇窗户。这个窗户呢也没有留多大，但是这个房间呢是有个独立的卫生间，我们是做了一个干湿的分离。这边是一个马桶，这是一个洗脸的盆子。走到2楼给大家看一下。这2楼的楼梯呢，也是木匠师傅纯手工做的。先来看一下这个储物间吧。这是一个楼梯间下方的储物间，我们就是用木板做了一扇门，这样子。哎呦，这个也退了很多，之前我记得没有缝隙的。这边呢还做了一个储物柜，并且呢是做了几个隔断，可以放被子。给它这样子关上吧。这栋房子目前呢，灯线还有水我们全部都已经提前做好了，但是这里面的灯还没有接。从这里走上2楼。2楼呢是有4个房间，一个公用的卫生间。2楼的地板呢全部都是杉木，颜色也是挺漂亮的。顶上呢我们是用桑拿板做的吊顶，颜色比较接近这些实木的杉木。这里是做了一排的柜子，可以摆放一些东西。这边是有2个房间的，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。前面这个房间呢是比较大的，其实这上面好像真的没什么气味了。你们觉得像这样子的情况大概多久能够入住呢？这边刷好油漆将近有10天左右了吧。这个房间啊还没有做的，一直都是这样子，因为泥工师傅呢出去了还没回来。这前面呢也是一个小房间，当然这个房间比背后的呢要大一些。
这个窗户啊拿下来还没安装，还有一些工作没做完啊。这边2楼也都需要装上玻璃的，现在也都是和1楼采用同样的风格，打上的是格子。这边的窗户是可以推开的。其实啊，在这边的房间也是可以看到对面的笔架山，还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院坝，那边就是我们的凉亭了。整个木房子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有优点，有缺点。那基本上优缺点我都给大家说了。木房子呢，它做出来之后会有一些小缝隙，而且呢，不完美的地方也很多。但是它最大的好处呢，就是干燥舒适。人上了年纪，住在这样的木房子里面，它对身体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吧，长时间在潮湿的一个环境，对人体它是不怎么好的。但是木房子呢，它就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。只要你进到家里面，不管你是在客厅、在房间里面，它都是一个非常干燥舒适的环境，对人体，对年纪大的人养老是非常不错的。所以我建这栋木房子呢，就是再过10来年之后，用来自己在这边老家养老。那目前这栋房子建好了之后，再把家具搬进来就可以入住了。接下来怎么去合理的利用这套房子呢？因为之前在视频里面就有很多朋友问我，在你们湘西有没有一些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子？我想住那么10天半个月或者1个月半年，那我们家的这栋房子呢，就是可以这样子让大家去入住的。当然你要喜欢这样的环境，我们家呢毕竟是在山里面，第一个交通并不是特别的便利，这边距离城里面将近有10公里左右，距离镇上呢有2.5公里，而且我们村子里面呢只有2处鱼塘，是没有像我们改造河边房子那样的一条大河。开门呢就是看到大山，所以这边的环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，你可以过来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，也是挺不错的。那开门就见山了，整个院坝呢也有400来平，我还修了一个凉亭。有一些朋友呢，我们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在院坝里面煮饭，还可以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